访华前，马杜罗4号在出席委内瑞拉电视台节目时就主动表示，自己使用的就是华为手机，体验很不错。Yo utilizo Huawei. Una tecnología limpia, buena. Y además no te la pueden intervenir los gringos. El teléfono Huawei no te lo puede intervenir. Toma datos ahí. Así que felicito a la empresa Huawei de China y a China por estar dando。在深圳2天的行程中，马杜罗还格外关注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在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上，马杜罗了解了广东及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在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等多处改革展示面前，都驻足询问改革的具体做法。他表示，我们非常想借鉴深圳的发展经验，而且希望借此机会在未来开启委内瑞拉和深圳的合作。实际上，2022年为吸引外国投资、恢复本国经济活力，委内瑞拉就颁布了经济特区组织法。在任期间，马杜罗还见证了相关备忘录的签署，旨在制定经济特区的合作发展和现代化战略，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落实联合推动行动机制。用马杜罗本人的话说，要推动相关特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牛海滨对深圳卫视表示，马杜罗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建设一些经济特区，目的就是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外部投资者信心，而吸引中国企业赴委投资是马杜罗此行的核心诉求。马杜罗总统访华将深圳作为首站是非常富有创意的，显示出他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浓厚兴趣。委内瑞拉在国内呢也在发展这个经济特区，他到深圳呢是更多的寻求这个发展经验，借鉴呢深圳在促进这个创新创业这方面的一些非常成熟的和先进的做法。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马杜罗于9月8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并在人民大会堂与马杜罗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委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马杜罗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副总统、外交部部长等。军乐团奏委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马杜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马杜罗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委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热烈的欢迎马杜罗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你担任总统以来第5次访华，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兄弟般的友情。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委内瑞拉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近年来，中委两国都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双方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相互支持，结下了铁杆情谊。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委内瑞拉关系，坚定支持委方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社会稳定的努力，坚定支持委方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中委建立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双方要推动中委战略合作结出更多硕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特区建设有关情况，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珍惜这一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将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中国发展进步的步伐。中方愿同委方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委方兴办经济特区，愿同委方分享有关经验，帮助委方推进国家建设。con la China milenaria,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Nuestras relaciones han sido una relación modélica para el sur global. He sido testigo de cómo China se ha convertido en una superpotencia de paz, una superpotencia humana, de cooperación. Estoy muy feliz junto a mi equipo de estar aquí y dispuestos para trabajar en la construcción de una nueva etapa esplendorosa de las relaciones China-Venezuela。马杜罗表示，我此次访华期间所见所闻，无不充分展现着中国的进步和力量。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衷心祝贺。委中两国友谊深厚，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堪称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典范。委方愿学习借鉴中方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深化两国农业、投资、教育、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委方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作，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委方愿为促进拉共体同中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经贸、教育、旅游、科技、卫生、航天、民航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从1974年建交到2001年建立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委内瑞拉进行国事访问，中委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今年2023年中委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成功实现了3级跳，中委关系层级的升级周期在不断的缩短。全天候呢，主要指的是在同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中，无论国际局势的变化如何，中国与签署国的关系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是全球唯3，也是西半球唯一的一个层级关系。那么中委友谊之铁也不言而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立元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国是委内瑞拉的第2大出口目的国，近年来两国在多领域合作亮点频出，此次两国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将有助于改善委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较为单一的症结，并为有意赴委投资建厂的中资企业提供借鉴参考。马杜罗总统的此次访华行程中参观了上海张江人工智能岛，还有枫林生命科学园区。同时他也高度认可了华为在 5G 方面发展取得的成就。那么今年两国的航天部门也在马杜罗总统访华期间签署了深化月球科研合作的联合声明。那么委内瑞拉也成为了第一个受到我方邀请加入这个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的国家。那么中国和委内瑞拉加强在航天以及科研还有人工智能的领域的合作，那么也表明了双方未来会就现代化发展经验继续展开深入的良好交流。这是马杜罗以总统身份第5次访华，也是他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马杜罗本人将这次访华形容为历史性访问，他希望寻求与中国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构建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并为委内瑞拉人民带来好消息。从8号开启，为期1周的此次访华行程中，马杜罗以深圳作为首站。开启访华行程前，马杜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就表示，委中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委方愿与中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Yo creo que las relaciones
entre los gobiernos y los pueblos de China y Venezuela son relaciones de íntima confianza mutua, de hermandad verdadera, de cooperación para el desarrollo compartido. Son relaciones que han demostrado a lo largo de los años ser relaciones fructíferas, como China, la gran superpotencia del siglo XXI, y un país emergente, heroico, revolucionario y socialista como Venezuela。马杜罗提到，2015年至今，委内瑞拉遭到美国及其盟友非法且不道德的单边制裁，经济、制造业和民生受到巨大打击。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美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导致委内瑞拉根本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所需的疫苗。特别要感谢中国，为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多个国家提供了疫苗。Gracias a China llegaron las vacunas, las medicinas, no solo a Venezuela, a más de 160 países del mundo que se vacunaron con las vacunas chinas. Yo creo que pudiéramos decir que el pueblo de China y el pueblo de Venezuela somos entrañables amigos。外界关注到，此次是马杜罗任内第5次访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历时1周。此访阵容也非常强大，正副总统双双出动，多位部长随行，可谓达到顶配。就在马杜罗到访前几天，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率高级代表团先期访华，包括石油部长、科技部长等，并出席中委高级别混委会第17次会议。委内瑞拉方面期待能加强与中国在经济、技术和贸易事务上的密切联系和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上半年，中委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9.18亿美元，同比增长16%。在华期间，马杜罗就表示，此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确保委内瑞拉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滨对深圳卫视表示，委内瑞拉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基于国内建设发展处于关键节点，马杜罗迫切希望通过此访寻求与中国全方位务实合作。作为世界上探明石油储量最高的国家，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呢，长期依赖于石油的开发和出口，因此呢，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个问题呢，在受到美国的石油制裁之后呢，就变得更加的凸显。马杜罗政府呢，是长期致力于改善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结构，中国是委内瑞拉非常看重的一个经济伙伴。马杜罗总统的这次访华呢，就是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各方面的务实合作，为委内瑞拉呢寻求更多的这个发展机遇，使委内瑞拉的经济呢更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马杜罗对经济科技的重视也投射在他的行程安排中。马杜罗8号抵达深圳，开启此次访华之旅，引来外界高度聚焦。抵深当晚，马杜罗就冒雨在深圳人才公园观看了一场灯光秀表演，上百架无人机编组展示了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和 5G 互联互通产业链，彰显了中国科技的实力和创新。马杜罗连连称赞，他的妻子也拿起手机拍摄留念。在深圳期间，马杜罗表示，中国目前的发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也是他此访第一站选择深圳的原因。马杜罗说，对于寻找发展技术和新发明的源头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被誉为中国硅谷的深圳汇聚了华为、大疆、腾讯等高科技企业，